去全中国最权威的汽车测试试验场飙车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Hello， 大家好，我是汤主。今天我来到了江苏盐城的中汽研汽车测试场，做一个广大车主都非常关心的测试——轮胎的湿地操控性测试。江苏盐城的这个中汽研汽车测试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比亚迪仰望 U9 测试极速的地方。就冲这一点，这个地方来打卡一下就值啊。那它是国内最权威的第三方汽车测试场地之一，占地面积2883亩，光测试道路就有60公里，整个场地戒备之森严，堪比军事禁地，以至于我们从入场之后几乎什么镜头都没有，只有到了指定的拍摄地点，我们才能拿出报备过的摄影器材，开机记录我们的素材。大家知道中汽研这个试验场戒备有多森严吗？我们从门口走到这里面来，一路一个镜头都不让拍，而且我们的手机全程被贴上了封条。然后今天我还带了一个助理啊，特别有排面啊。看这是谁？我混进来的，多亏了堂主的排面，我今天才能进得了这个国家级这个测试场。所以你对今天的这个试验这些项目什么的熟悉吗？我到现在还一脸懵逼。我已经知道了，我跟你说巨专业，就是什么叫你可以看到什么叫国标级专业测试和外面的野路子测试的最大的区别。就是所有的东西它都会尽量的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然后能给你所有的东西全部量化，严谨。好了，现在摆在大家面前的是3套新胎，米其林的 PS5， 马牌的 MC7， 赛伦的 US71， 要搞就搞点有意思的项目出来。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会用这3套新胎，然后再用它们同样标准之下的模号胎，我们进行2个有意思的环节，一个是湿地的刹车距离测试，另外一个是湿地赛道的刷圈环节。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实验呢，说白了就是为了验证市面上比较常见的几款街道胎，它在下雨的时候刹车效果到底好不好，以及轮胎用旧了之后它的刹车距离会变长多少。因为要同时测试新胎跟旧胎，节目时长也有限，最终我们在一堆产品里挑了以上这3款。好在这3款轮胎呢，从国际大牌到国内新生力量都有，大家用的也多，还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那既然是做实验呢，当然就得严谨了，这也是我为什么要来中汽研实验场的原因，因为要尽可能的控制变量，做到每次测试条件都尽可能一致，这才符合做实验的意义。所以问题就来了，中汽研的实验场测试条件到底有多严谨呢？看左边就是咱们的测试场了，左侧就是新建的湿地抓地，然后我们会用到这一条。你知道为啥它有个栏杆吗？就是外边有一圈蓝的，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后来我一开始以为是我拦着不让别人看我的测试结果，后来我才发现说原来这个是为了挡风的，对的，就是防止横向风对于整个测试场地的影响。对，太严谨了，我的天，都是钱。但我对刚才教练说的这个撞死鸟然后拿回去炖了加工费28这个内容更感兴趣。右讲提到的这个水道，就是我们今天测试湿地刹车的地方。它的地面呢，两边各有几百个小型出水口，间隔一致，出水均匀，为的就是控制地面水膜的厚度。教练说，水膜厚度必须控制在1毫米以下，水的温度也必须控制在30度以内，风力也必须控制在5米每秒以内才合理。甚至刹车通道内每一处地面的水膜厚度都被要求要尽可能一致。那在实验进行之前呢，我们甚至还用专门的仪器都进行了测量，它测出一个，最后它得出一个平均的分数。明白。然后它的温度是30.4、30.5，湿度76.3。
我们的要求是5米每秒以下就可以测。啊，但是这些都是长期的数据积累的一个经验，最终得到的我们的一个测量方法。明白。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东西呢，叫水膜仪，它是干什么用的呢？就是测量这个地面的水膜的厚度，然后以毫米为单位。那在测试之前呢，我们会先把这个水膜仪的数据先给它归零，然后再给它放到这个轮胎经常压过的这个地面上面。它显示完数字之后呢，这个数字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水膜的厚度。然后它需要控制在1毫米左右啊，这个才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一个数据，要不然的话做这个实验是没有意义的。然后我们现在测试的这个水膜的厚度呢，正好就是1毫米。你可以调到90的速度，然后稳态，不要有任何的这种 pitch 啊，然后就可以到第一个点推空档，第2点制动。那你在纵向，你可以调节你离桩筒的一个距离，比如说你离它有30公分、20公分，尽量每一次都走在相同的这个线路上。因为左右不同的位置也会影响到你的谬值的一个变化。现在比如说你正常看这里的速度，不是看表啊，看这里的速度。比如说正常，我先开好90，大概在90保持住，然后我调节我的位置啊，到这儿空档大力的制动，哎呦，直到车完全停下来。这是你的制动的时间1.63秒，然后距离 distance 是22.97米，然后最终，我们可能客观的会直接把数据填进去，生成一个报告，最终可能会生成一些谬值曲线，最终测算一下它的制动的一个，这个抓地的等级在什么 level 啊？那这个蓄水池里面呢，每年定期1个月啊，或者半个月都要会去进行清洗，要不然它会有很多杂质、浮游生物啊等等杂质会影响水质。那你下雨的时候也会对你的水膜的这个水的一致性，所以下雨应该不能测。取决于多大的量，但是通常下雨也是不能测的。严谨，太严谨。确定了所有实验条件都合格之后，接下来我们会依次换好轮胎。轮胎的胎压数据当然也早就被调成了一样。然后呢，我就会把这个车加速到90公里每小时上下，然后稳住油门，在指定的桩筒前方一脚刹车踩死，直到刹停为止。那为了保持实验的一致性呢，我甚至被要求这6次实验必须连车道的轨迹都要尽可能前后保持一致。同时呢，我还被要求在刹车踩下去之前，必须先把档位挂到 N 档，因为教练说，如果在 D 档情况下一脚踩死刹车，变速箱齿轮跟发动机介入也有可能会成为变量，导致结果前后会有差异。总之呢，主打就是一个字：严谨。我们车上安装的 V-Box 系统只会记录其中80到20公里每小时的刹停距离跟刹停时间。那我上述说的所有的测试方法呢，都是严格按照国标级的测试标准来执行的。无论是场地的硬件条件，还是测试方法的科学严谨，肯定都不可能是外面的野路子的实验能相提并论的。那我们废话不多说，先从米其林的新胎的刹车成绩开始测起吧。米其林新胎，走。这次是我们用的是米其林新胎，刹车距离是23.87米，刹车时间是1.71秒，非常的棒。马牌新胎 MC7，出发。我们这回测试是马牌的新胎 MC7，然后刹车距离是24.85米，刹车时间是1.74秒，也非常的不错。赛伦新胎 US7，出发。我第一次测试赛伦的液体黄金的新胎，然后刹车距离是31.53米，刹车时间是2.22秒。我操作没有问题，现在 N 档，然后速度是90，完全没有问题。
这3套新胎的成绩一出，我人都傻了。米其林跟马牌新胎的成绩非常接近，米其林只是小胜一点点。可以看出，他们两家街道胎在雨地的制动成绩，至少在新胎的状态下，差距是非常小的。但是赛伦的液体黄金差距就非常大了。同样的测试条件之下，它居然多出了7、8米，这个长度都已经超过一个车身了。我甚至一度怀疑轮胎是不是装错了。确定没有换错胎吗？这刹车距离太长了。这个那个赛伦 US71长，这是新胎啊？30米。什么概念？我没概念。米其林23米，那个马牌24米。你说的是新胎吧？新胎，这也是新胎啊！所以我怀疑他是不是换错胎了。你摸一下这个，它就是新胎。你看这个标还在，这个胎肩也是完全全新的，全新的。我靠，年份呢？年份我看一下，24年22周的22周，那就年终的，对的，纯新胎，纯新胎。我靠，什么情况啊？迷茫了。我真的，我刚刚看到那个数字，我一度怀疑是不是我自己操作失误了。完了，收黑钱了。但是测试条件肯定是 OK 的，因为我所有的轮胎都测了2遍。怀疑人生的堂主。这个实验结果真的是让我非常的震惊，因为赛伦跟我关系一向很好，我们现代 N Cup 比赛一直都指定用的是赛伦的光头胎，比了这么多场，哪怕是在极度高温酷热的赛道条件之下，赛伦的光头胎都从来没有出现过无故爆胎或者异常磨损，圈速从始至终都非常快，而且非常的稳定。但我没想到赛伦的这款民用的轮胎雨地的刹车成绩居然会这么拉胯，着实是让我震惊了一把。那在新胎测试完毕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还要分别装上这3种轮胎的磨耗胎，来分别进行实验。那说到磨耗胎呢，这里也要提前科普一下，为了实验的严谨性，我们在测试之前呢，分别把这3套轮胎的新胎用现场的专用设备人为磨平，磨到这3套轮胎的胎纹厚度都均匀一致的薄，这种轮胎就叫磨耗胎。它模拟的就是旧胎的这种实验条件。那这个测试标准呢，也是严格按照国标级的测试条件严格进行的。所以我们废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磨平之后的旧胎谁的成绩会更亮眼吧。米其林磨耗胎，走。米其林的旧胎，我们的刹车距离是32.36米，然后刹车时间是2.18秒。这个刹车距离确实比新胎的时候要长了差不多10米，而且体感上会有非常明显的区别。马牌磨耗胎 MC7，走。哇！我的天！刹车距离35.9米，刹车时间2秒33。赛伦 US7 磨耗胎，走。我靠！我靠，太夸张了！我靠，41.64米，刹车时间2.69秒。经过测试，这3套磨耗胎的成绩相对新胎都有了一定程度的衰减。不过测试的结果跟新胎一样，米其林跟马牌相对衰减显得更正常一点。赛伦的这套液体黄金民用胎呢，在旧胎的测试条件之下，成绩滑落的更加明显了。虽然测试前我就已经心里有底了，但真的看到这个结果，我还是一时之间有点难以接受。我真的超爱赛伦的赛用系列轮胎，又便宜又好用，在国货里面属于异军突起的好轮胎。但我也真的没想到他们的这套液体黄金民用系列轮胎雨地的刹车成绩居然会差米其林跟马牌这么多。我甚至一度怀疑赛伦的工程师是不是把他们赛用轮胎的热熔配方不小心调到民用胎上来了。好了，
等一下我们就要用这个 A45，然后配上3款轮胎，包括新胎和旧胎，我们都在地上，在赛道里面做测试。这里呢是中汽联盐城的一个内部的测试场，而且是一条赛道，并且大家可以看到，表面上面每一个弯、每一条直道，它的周边都有这种水枪往这个赛道里面滋水，所以可以保证这个赛道里面都是全湿的。那么在测试之前呢，我手上有2个设备，先来测试一下目前这个赛道环境的这个风速。它现在风速呢是3.0到3.5米每秒的风速，然后呢它的环境温度是30.7度，它的环境的湿度是70到72左右上下徘徊吧。然后现在水膜温度是36.8度。那进行完雨地的刹车距离测试之后，紧接着更有意思的环节来了。我们准备同样用这3新3旧的6套胎，预设同样的胎压，在条件同样非常严谨的中汽联内部专用湿地跑道，测一测这6套胎之间的赛道圈速差距。那可能就有人有疑问了，都测完刹车成绩了，为什么还要测赛道圈速呢？原因很简单，因为直线刹车测试的是轮胎的纵向抓地力，但是赛道成绩它还能反映一套轮胎的横向抓地力，所以这一定是十分有必要的。那在正式的测试之前呢，我还抽空跟教练来了一场1对1的单挑，那看看我在路都没有记清的情况下，对比在这儿跑了上万圈湿地圈速的专业教练车手，到底能赢他差距到底会是多少？ OK， 教练驾驶 A45 中汽联内部雨地赛道飞行圈正式开始。1号弯尾速153，教练一脚重刹刹了76。这是中汽联内部的一条雨地专用赛道，几千个水龙头日夜不停地对着赛道上喷水，这个成本真的只有大测试场才能承担得起了。这条赛道全长1435米，比瑞斯还长了100多米，但是因为设计比瑞斯高速多了，所以圈速呢也比瑞斯快。你看左上角的赛道形状就知道，非常像意大利的蒙扎。这个赛道的设计水平几乎没有 Stop Go 特征，姚启明博士看了会流泪。教练开这个赛道比回家的路还要熟悉 ，ESP 全关情况下，他能把车一直掌控在极限边缘。大家看屏幕上好像觉得并不快，但我当时坐在副驾，感觉轮胎随时会滑得飞出去，只能勉强用笑容掩饰害怕的尴尬。右手一直死死抓着门把手，暴露了我内心其实有点小紧张。这条赛道假设是干地的话，我都不敢想象开起来到底会有多刺激。紧接着进入最后一个连续弯，教练精准避开了右侧的湿滑路肩，左侧的路肩也是一口不吃，全油门冲向终点，最终圈速56秒26。教练使用全新马牌 MC7 轮胎的情况下，单圈成绩为56秒26。这个教练开的真的非常的极限，我坐在副驾，很多次感觉车马上就要冲出去了，但是轮胎始终在将滑未滑的极限边缘游走徘徊。那我的面部表情呢？表面看着云淡风轻，但实际内心早就慌得一批。只是作为车手最后的尊严，即便再怕也绝不能失声尖叫，气势这块首先就不能输。那么问题来了，在副驾做了一圈，简单记了一下路之后，由本堂主来开一圈，会比这个在场地内可能跑了几千圈的教练差多少呢？也有没有可能能战胜他呢？那大家发个弹幕预测一波。那么接下来呢，米娜3块的一起玩本堂主的雨地飞行圈都走。那接下来就是本堂主来跑这个雨地赛道了，因为路还没有记熟，所以1号弯尾速130就刹车了，这儿尾速就差了教练20多。然后从这边进，熟悉一下。因为我连接下来的路往左往右都不知道，所以基本是教练说什么我就立马做什么。我的线路还没记住。您开得很好。然后因为我跟教练对话过于密集，所以这个飞行圈我都不用解说什么。报左边，左侧抱住左侧，对，再抱左侧，好，加油，靠右，保持右侧，放到左侧，往外放，好，重刹，抱左侧弯心 S 弯，抱下一个右侧弯心，带着刹车重一点，再重，好，再次制动，抱住内侧，晚一点出去，多抱一点，好，开油，收。再开油，在教练几乎手把手告诉我下一关要怎么做，我就怎么开的情况下，这一圈就这样稀里糊涂的结束了。那最终冲线58秒31，慢慢减速，我们可以出去。
本堂主的飞行圈成绩是58秒31，比教练慢了2秒1。很遗憾，奇迹并没有发生。在一条我路都还没有记熟的赛道里面，我怎么可能会比人家跑了起码几千圈的教练快呢？那虽然我之后又试了几圈，的确是越来越快了，但是考虑到我们这回要做的是圈速测试，就一定要控制变量。如果这个圈速由我来做，那我越跑到后面就越熟，圈速就一定会越来越快，这样呢就对前面的轮胎不公平了。那因此呢，后续的圈速测试就由教练来做，我每一圈呢都坐在副驾，保持重量前后始终一致。那在教练的刷圈情况之下呢，最终我们得出的圈速记录分别如下：在使用新胎的情况下，米其林 PS5 的成绩是54秒41，马牌的新胎圈速是56秒26，而赛伦的圈速成绩是57秒45。大家可以看到，赛伦的新胎虽然相对米其林差距比较大，但相对马牌来说，差距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明显了。这主要是因为赛伦的这套液体黄金轮胎，虽然纵向抓地力非常一般，但是横向抓地力却还不错，这个就让我非常的惊喜了。另外还有个原因就是这个赛道它设计的非常高速，没有需要重刹掉头的低速弯，在赛道特性这块呢，弱化了它刹车距离长的缺点。因此呢，本来应该要输的很多的湿地的圈速成绩，赛伦的这个成绩呢，却比我们想象中的成绩还要更好得多得多。只有米其林呢，确实是在枯燥乏味的领先了所有测试项目的第一。在轮胎的世界里呢，米其林真就是除了稍微贵一点，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那在使用旧胎的情况下呢，教练考虑到赛伦旧胎的制动能力可能会有点刹不住，于是采取了每一圈最长的大直道，每一圈都慢慢放掉，只在弯道里面偏极限的方法，测出来米其林旧胎的成绩是1分08秒09，马牌的旧胎的成绩是1分09秒35，而赛伦的旧胎成绩呢，居然达到了1分09秒27，居然还能把马牌的成绩给翻掉了。不过我事后通过 log 对比，发现教练虽然在大直道极力控制变量，但是反映在真实的 log 数据里，这一段的控制其实根本就不严谨，所以赛伦旧胎强于马牌旧胎这个结论本身就是不对的。所以看到这儿呢，大家对于这3款轮胎应该就可以得出非常清晰的结论了。米其林的 PS5 呢，无论是横向抓地力还是纵向抓地力、排水性、全能性这一块毋庸置疑的强大，各项数据都是断层式的领先，尤其是新胎旧胎之间的差距也不是非常明显，说明稳定性这一块也非常的好。而马牌的街胎呢，在新胎的刹车距离上跟米其林差距非常小，旧胎会稍微拉大一点点劣势，但是在横向抓地力这一块也确实不是 PS5 的对手。赛伦的液体黄金呢，在湿地的制动距离上面，面对前面这2个轮胎有着不小的差距，但是它在横向抓地力这一块却神奇的没有被拉开太大的差距，甚至到后面会让人有一点点小惊喜。我真的甚至怀疑赛伦是不是把这套街胎用了性能胎的配方来调的。在汽车的所有性能指标中，我个人认为刹车的比重应该占据最重要的位置，而轮胎作为车辆跟地面接触的唯一部件，更是重中之重。选对一款正确的轮胎，关键情况下它真的是能救命的。假设雨天跑高速，前方突然出现障碍物，这时候一款纵向横向抓地力、新胎旧胎性能都很稳定的街胎就显得至关重要了。摆脱危险有时候真的往往就只差那么1-2米距离，但有很多车主对安全这事儿好像不是很重视。那希望我们这个视频呢，能引起大家对于行车安全的一些重视吧，那就功德无量了。那以上呢，就是堂主撩车关于轮胎的刹车距离以及赛道的成绩的实验的全部内容了。那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内容呢，不妨给我们这个内容来点1键3连，点赞投币哪怕点个赞呢。如果大家喜欢这样的内容，以后我们还可以安排别的实验场地来满足大家的需求。那我是堂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